你有没有想过，生命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？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生命是化学反应的集合，像是酵素的催化、电子的转移、分子的碰撞，这就是生命的全部。但今年科学界提出一个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想法，生命的本质可能不是化学，而是量子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生命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物质的累积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个在宇宙中漂浮的可能性，等着坍缩成你。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最适合问这个问题的这一天，就是生命究竟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 Dr. 静宁，微生物学博士、生物工程师。我喜欢用科学与故事带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奇迹。就在今天2025年的最后一页，我想带你一起走进这个正在改写生命定义的领域——量子生物学 （Quantum Biology）。那为什么我们说生命它不只是化学反应呢？我们都知道化学反应它有一定的极限，像是化学反应会需要时间、温度以及碰撞的几率，但生命它的效率却远远超过于化学所能做到的。像是光合作用，它的能量传递转换效率高达 95%， 这比任何人类所做出来的太阳能装置都还要高效，因为这不是化学，而是量子隧穿，也就是 Quantum Tuning。能量它不需要找到路，它是同时走所有的路，最后坍缩到最短的那一条路。生命比我们还要会找路。举个例子，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的生命呢？其实是量子。科学家发现，在鸟类的眼睛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，称为隐花色素。那这个隐花色素在接触太阳之后，它会产生一对量子纠缠的电子。那这一对电子对于地球磁场的方向非常的敏感，它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，进而让鸟类可以去感应甚至看见不同的地球磁场的图案。这样子的量子机制可以让鸟类在没有任何地标的情况之下，还是可以准确的飞越大陆，穿越海洋。那在知名的期刊 Nature 中，它也发表了一项证实，在欧洲的候鸟，像是知更鸟，它眼中的隐花色素4对于磁场非常的敏感，可能是它们感应磁场能力的一个关键。研究显示，当鸟类的隐花蛋白功能受损的时候，同时就会影响到鸟类它们所侦测磁感应的一个能力。也就是说，鸟类真的是在靠量子物理在导航哦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闻到香味，这个并不是化学，而是一种量子振动。在传统的说法里，分子形状贴上受气，所以我们可以闻到香味。但很多香味啊，它们形状虽然一样，可是闻起来却不一样哦。所以科学家发现，嗅觉感受器它会去侦测分子的量子振动频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并不是看见气味，而是听见分子的振动频率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在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年最火的一个概念就是 Bioquantum State 生命量子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生命它不是东西，而是一种状态，是一个在可能性之间震荡的量子系统。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哲学？但它其实背后都是科学哦。因为生命的每一个核心行为，像是呼吸、感知、能量传递、复制，还有意识，这些呢都一一的被证明是依赖着量子效应。那我们就从来都不是由固定的物质所组成，而是由不确定性的状态所组成。所以生命就代表了可能性，而我们就代表了无限的可能。如果生命是量子态，我们必须重新理解3件事。第一个，生命它不是固态，而是流动的。今天和昨天的你
不是同一个量子态。你的身体、细胞还有意识都不停地在探索成一个新的版本的你。你并不是生来就注定，而是可以不断地重新的选择。第二个，自由意志可能是真实的。如果大脑的决策过程牵扯了量子的随机性，那么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坍缩。这不是命运，也不是宿命，而是你自己的选择走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的自己。第三个，生命的奇迹不在于结果，而是在于可能性的本身。量子态告诉我们，生命从来就不是一条路，而是无数条路同时存在，而你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。这不是什么浪漫的理论，而是真真实实的物理学。如果你也觉得我今天的内容让你用不同的角度看见这个世界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分享给大家，同时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深度又好玩的科学新知的分享哦。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你并不是在用日历告别过去，而是用量子态在告别过去。明天的你将不会再是今天的你。你用2025年的每一个选择，重新坍缩成新的版本的你。所以，让我们在进入2026年之前，问问自己：我想要让哪一个版本的自己成为现实？留言告诉我，我想知道你的答案哦。我是 Dr. 静宁，在科学里看见生命的奇迹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